我们平时总说抗衰老，抗衰老，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老和衰有可能是不同的概念？老是指时间的印记，是年龄的增长，是客观规律，是我们每个人都躲不过的；而衰是指活力的流失，是功能的障碍和退化。它可能发生在我们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它跟时间、跟年龄没有必然关系。如果我们把我们的人生比喻成一条河流，那这个老就是指这个河道一直向前，而衰是指这个河道里面的水流一开始挺充足的，然后慢慢的变缓变少，最后就干涸了。老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不可逆的，就像我们的河道要一直往前流，时间也是单向的。但是衰通过我们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或者适当的保养可以进行调控。所以我们平时所说的抗老应该叫做抗衰才更准确，就是说我们通过各种办法，通过好的保养去调节它，让我们的皮肤尽量的停在一个好的状态更长的时间，让我们这河道里面的水流尽量的充足，我们就会看起来年轻。大家好，我是配方师星星，今天我要给大家聊的就是3+1抗老法。在正式讲抗老方法之前，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年轻的皮肤和衰老的皮肤，它们各有什么特点？年轻的皮肤它有弹性、有光泽，没皱纹、没斑点，气色贼好。衰老的皮肤呢，气色变差了，又黄又黑了，有老年斑、有黄褐斑了，有皱纹了，松垮了，干瘪了。那人是怎么衰老的？河道里的水又是怎么变没的呢？我们把中间的这个过程分为3个阶段。这3个阶段就是指光泽下降阶段、皱纹显现阶段和松垮干瘪阶段。第一个阶段，光泽下降阶段，就是指在这个阶段，我们皮肤的光泽度、肤色乃至气色上面发生的改变。典型的呢，就是这个皮肤呢就显疲态，又黄又黑，皮肤发暗，甚至光泽度和弹性都下降了，而且脸上开始长斑。第二个阶段，皱纹显现阶段。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一开始呢是你做表情的时候会产生皱纹，比如说眼角纹、表情纹，然后逐渐的呢，就是你不做表情的时候，脸上也有皱纹了，典型的就是像法令纹啊、木偶纹啊、泪沟纹啊，这种针形皱纹。第3个阶段叫松垮干瘪阶段，也就是说，随着我们皱纹的这个加深，皮肤的这个弹性和支撑力就进一步下降了，然后呢，你就看到自己的这个脸逐渐的撑不住了，发腮了，松垮了，整个垮掉了。当然了，我们因为每个人的肤质还有这个环境的不同，所以这个每个人出现不同阶段的时间点可能都不一样，但是大家的衰老顺序大差不差，都是按这个顺序进行的。开头呢，我们也说了，老是客观规律，我们抵抗不了。就像说，如果你的衰老进程已经进展到下一个阶段了，我们就很难再把它逆转回上一个阶段。所以呢，我们要通过正确的保养手段来抗衰，让你的皮肤状态尽量的停留在当前的这个衰老阶段，停留的越久就越好。举个例子说，如果我们不保养，可能25岁光泽就下降了，35岁脸就垮了。但是如果我们保养得当呢，可能30岁才开始光泽下降，到了55岁脸还没垮，那咱们不就看着比同龄人年轻了吗？大家听我讲完前面对于3个阶段的现象描述之后，其实我们很容易就对照出自己现在处于这3个阶段中的哪一个阶段。如果你还很年轻，你还没有进入到这3个阶段，那我们通过适当的保养，尽量的不要踏入这3个阶段。但如果你现在已经在这3个阶段之一了，那我们的抗衰老目标就是把时间停止在这个阶段。听到这儿，大家肯定很着急，想听后面的方法了。但是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还要先了解一段关键的概念，它们就是功能性障碍和器质性改变。什么叫做功能性障碍？
举个例子，比如说你拉肚子了，或者你觉得头疼，此时你去医院，比如说我做个肠镜、做个胃镜，或者是照一个头部 CT 的片子，这个时候你出来的这个检测结果可能一切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你就是拉肚子，你头就是疼。这个就是说，你其实器官本身并没有发生改变，只是它们的功能发生了障碍，发生了错误，然后你就生病了，就感觉到不舒服。那器质性改变又是啥呢？比如说你现在不单单是胃不舒服，你还有胃溃疡了，或者说你因为血脂比较高，你脑梗了。但是你到医院之后，你可以通过说胃镜或者是头部 CT， 然后检测出他们的这些器官都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影像手段可以看到器官的结构发生变化的时候，它就叫做器质性改变。而我们身体的衰老，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从功能性障碍向器质性改变的一种演化。那作为身体最大的器官，皮肤它也是遵循这个规律的。那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皮肤衰老的3大阶段。第一个阶段，光泽下降阶段。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皮肤的它的整个的这个代谢速率开始下降，那皮肤里边就会淤积大量的自由基或者是游离糖，而这些物质它会贴到你的胶原蛋白上面，让它变性。变性之后，你的皮肤就会变暗，然后支撑力会下降，皮肤的弹性和光泽就变差了。简单点说，就是皮肤此时因为受到了外界的这些侵扰之后，产生了典型的功能性障碍。那我们在这个时期保养的主要目标，就是去尽量的扫清那些让皮肤发生功能性障碍的因素。比如说是因为自由基多了，所以皮肤功能发生障碍了，那我们就把自由基给扫出去。它是因为游离糖多了发生功能性障碍了，那我们就让它去抗糖，让它的这个游离糖变少，让糖化中产物变少。那我们放在护肤里面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要去专注的干4件事儿，也就是抗氧化、抗糖化、抗羟基化和抗蓝光，这就是影响皮肤功能障碍的4大因素。那对应这些功能的成分呢，有很多，比如说像 VC 家族、VC 原体、VCIP、VC 乙基醚等等，或者呢像多酚家族，比如说茶多酚、花青素、橄榄苦苷、羟基老醇，还有呢类胡萝卜素家族，像番茄红素、虾青素，还有各种抗氧化、抗羟基化的好成分，比如说像色螨醇、麦角硫因、艾地苯、辅酶 Q10、SOD 等等，以及呢抗糖化、抗蓝光的好成分，像基肽、陀羧基肽。那我一口气罗列了这么多成分，你肯定觉得晕。但是它们的功能其实并不是说重合的，而是说各有各的领域。比如说像 VC 乙基醚、像橄榄苦苷、羟基料醇这样的成分，它更适合给油皮来抗氧化；而像色螨醇、像虾青素、VCIP 这样的成分，它更适合给干皮来抗氧化。那这里面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成分，比如说像艾地苯、像辅酶 Q10， 它们呢能力比较强，但是有点刺激性，不适合敏感皮。相反的呢，像黄金苷、芦丁，这些简直就是给敏感皮设计的。OK， 现在我们讲完了第一个阶段，它的保养关键词就是4抗，也就是抗氧化、抗羟基化、抗糖化和抗蓝光。第二个阶段到皱纹显现阶段。到了这个阶段，我们先要区分一下你脸上的皱纹是哪种类型的。一种呢，就是当你做表情的时候，比如说笑的时候、哭的时候，才有的皱纹。但是当你没有表情的时候，脸上没有明显的皱纹，那这种皱纹呢，就叫做假性皱纹，又叫做表情纹。第二种皱纹呢，就是当你不做任何表情的时候，它依然在你的脸上，比如说你的抬头纹，或者是法令纹、木偶纹、泪沟纹这些。那这种皱纹就叫做真性皱纹。总结一下说呢，当你的皱纹还是以表情纹为主的时候，你的皮肤其实它主要还是处在功能性障碍的阶段。但是当你的皱纹已经是以真性皱纹为主了，那你就已经进入到器质性改变的阶段了。而这个变化就导致了我们选用的成分和保养的方法完全不同。在表情纹阶段的时候，我们的保养主题一方面要延续上一个阶段的4抗，另一方面呢，要去添加这一个阶段所特有的一种类型的成分，就是神经信号型多肽。因为假性皱纹它又叫表情纹嘛，顾名思义，它的成因就是因为你做过多的表情，你肌肉有过多的收缩造成的。而神经信号型多肽呢，它可以去阻止或者是减缓你的这个
皮肤收缩的频率和程度。当你的收缩变得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频繁的时候，你的皱纹就变淡了，就减轻了。那这一类的常见成分呢，比如说像肉毒肽、像蛇毒肽、ID-Lift、雨罗肽等等，它们呢都是通过模仿肉毒素相关的作用来减少皮肤收缩，达到淡纹的目的。但是当你开始出现真性皱纹的时候，像减少表情收缩这种表面功夫就没有什么用了。此时呢，我们要去针对增加皮肤真皮中的胶原蛋白、弹性蛋白、纤连蛋白等方式，提高皮肤的支撑力，再把皮肤给它重新撑起来。那这个阶段有一个典型的成分非常适合这个阶段，它就是 A 醇家族。那由它衍生的呢，还有植物类 A 醇家族，这2个家族加在一块儿都是合适的。这里呢要说一点，因为 VA 它有一个特性，它在增厚真皮的同时，它会让角质层变薄，所以呢，对于像角质层更薄的东亚人来说，那 VA 的刺激性风险就会比较大。我们在这个阶段用成分的时候，就一个宗旨，4个字：循序渐进。就是说，我们要从比较温和的植物类 A 醇或者 A 酯，循序渐进的过渡到 A 醇，再过渡到 A 醛，这么去用。而且呢，在浓度上也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从低浓度往高浓度去用。这个大家千万不要抱着侥幸心理，因为如果你一旦翻车过敏了，你的皮肤老化得更快。当我们的皱纹不断的变深，皮肤的支撑力不断的下降，我们就到了第3个阶段，也就是松垮干瘪阶段。在这个阶段，因为人的这个视觉上面容有了巨大的变化，所以也经常被人形容为断崖式衰老阶段。这个阶段，不管你是皮肤松了、扁了，还是发腮了，归根结底都是气质性改变。如果从皮肤的微观结构来看，这个阶段我们的皮肤里面发生了什么呢？它的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弹性纤维束咔咔断裂，基底膜开始变得粘附力下降，皮肤的表皮和真皮不再通讯，不再相互的有这个代谢上的交流，整个皮肤就开始变得不能保湿了，而且稳定性也明显下降。那这时候肯定有人觉得，我都这么老了，我是不是得上点猛药，这个皮肤才能回光返照？我想说的是，真不行。因为此时其实你皮肤的屏障系统正在面临全面积的系统性的崩塌，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屏障系统几乎是不正常工作的，你再上猛药，你就肯定得到一个结果，就是过敏。而如果你在此时过敏了，它会去进一步的加速你的衰老的这个进程，让你的这个脸变得更垮、更干、更瘪。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保养的主要任务反而不是说去上猛药去逆转什么时间，而是要去尽量的让皮肤维持在一个好的保湿的滋润的比较舒适的这么一个状态。因为皮肤呢此时会越来越干，所以在产品和成分的选择上，我们要去重点的选择油脂含量更高的一些产品和成分类型，只有这样它才能封闭水分，减少散失，维护屏障的这个完整性。同时呢，还可以使用帮助皮肤产生填充的一些成分。典型的成分呢，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的玻色因，比如说填充性的玻尿酸、胶原蛋白、纤连蛋白、弹性蛋白，以及呢可以补充皮脂膜和皮脂间质的油脂类的成分，像角鲨烷、白沙花籽油，等等。当皮肤充分的保湿了、软化了、填充了，我们就可以让自己的面部看起来比原来更柔和、更滋润、更有光泽、更饱满。讲到这儿呢，肯定有人会问，那这3个阶段的成分和产品，它们彼此重叠吗？还真的不太重叠。所以我们一定要你在什么阶段就用什么产品，如果用错了，就有可能出现你抗了半天衰老，结果还是老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护肤品的保养究竟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如果我的措施采取的对，采取的及时，那这个阶段它能逆转吗？这一点呢是这样，如果你还处在功能性障碍的阶段，也就是说比如说光泽下降和假性皱纹的阶段，那你及时的保养，而且保养的方法对，那它是有一定几率可以恢复一些的。但是如果你已经进入到了气质性改变，比如说真性皱纹、垮脸，那你进入到气质性改变的阶段越久，它这个恢复的速度就越慢，时间就拉得越长，就越难通过简单的护肤来实现恢复了。所以我们的抗衰老不光方法要对，时间也得及时。
OK， 那我们下面就讲讲各个阶段的抗衰老它所对应的产品。我们在选产品之前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每当我们选自己当前阶段的产品的同时，也要在你的护肤流程里面去兼顾上一个阶段的产品。比如说我现在到了皱纹阶段啊，我在用 A 醇，那我们一定也要去兼顾一些光泽阶段的抗氧化、抗糖化类的产品。这是因为这3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就是后面那个阶段的成因，而后面这个阶段是前一个阶段的结果。先说第一个阶段，也就是光泽下降阶段，我们都能用啥？在这个阶段，如果你对 VC 不过敏，而且呢还相应吸收率还好的话，那 VC 家族的产品一定是这个阶段的首选。但是如果你皮肤偏敏感，或者你用过 VC， 这个 VC 很容易染黄你的话，我们后面也有其他的产品来给你介绍。下面呢，我会按照护肤初学者、进阶和高级班3个阶段来给大家介绍分别对应的产品。第一类就是处在保养初级班的朋友，在这个阶段呢，我们选 VC 的衍生物类的精华，或者是其他的低门槛的抗氧化精华。油皮呢可以选这些，像科颜氏的安白平、The Ordinary 的 AA2G 精华。如果大家可以买到大陆地区的产品的话，还有2个非常合适这个阶段的产品，它们就是言之有物的抗氧小马达和酵母火绒草精华。那干皮呢可以选这些，它们都是可以一边滋润皮肤，一边达到抗氧化、抗糖化目的的。像 Topics 的 VC 精华、The Ordinary 的 VCIP 精华、The Ordinary 的白藜芦醇阿魏酸精华，还有德玛森氏的 VCIP 精华。那如果你已经不是初学者，而是需要一些进阶的需求的话，我们就可以用 VC 的原体精华了。在这一部分呢，我有2个心头好，一个呢就是 Aura 的 VC 超分子精华，它呢是把 VC 进行超分子化之后，让 VC 更稳定了。还有一个就是阿可德玛的莹透精华，它是一个非常综合的配方，而且体验感也很温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产品也是适合进阶者的，比如说像穆拉德的 VC 精华、娇韵诗双萃、宝拉甄选的多重抗氧瓶和 The Ordinary 的多重抗氧瓶。那如果保养的需求比较高，我们平时的护肤也已经到了高级班的话，就可以选经典、稳定性好一点、吸收性也更好一点的 VC 精华。或者呢，成分非常综合的抗氧化类的精华，比如说像仙丽诗的 VC 精华、修丽可的 CEF、欧玛的 VC 精华、欧邦奇的 VC 精华、科兰黎的 VC 精华，或者伊丽莎白雅顿的橘灿精华。这里呢提示大家一点，因为我刚才说的很多呢都是浓度偏高的 VC 原体的产品，所以如果你居住在比较温暖的地方，比如说亚热带、热带地区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当你把它买回来之后，请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层进行保存，而且尽量去选稳定性更好的类型，比如说像科兰黎的 VC 精华，它是 VC 的粉末和溶解液分开保存的，这种它能保存的时间就会更长。说完光泽阶段，然后就是皱纹显现阶段对应的产品。这个阶段呢，我们刚才也说了，我们要先去分辨一下你脸上的皱纹是以表情纹、假性皱纹为主呢，还是以真性皱纹为主。那表情纹阶段呢，我们就去选神经信号多肽来抑制表情的收缩，然后去达到淡纹的目的。而真性皱纹呢，我们就去选 A 醇家族的产品来提升胶原蛋白的含量，提高皮肤的支撑力。那假性皱纹和表情纹阶段的话，我们可以选的产品有这些，像 The Ordinary 的肉毒肽精华、Matrixyl 精华，还有复合肽精华，以及宝拉甄选的多肽 Booster、最象的多肽面霜、修丽可的 PTOX 精华，以及彼得洛夫的21胜肽精华和面霜。虽然他们用的多肽品种都不同，但是他们的机理和达到的效果是相似的。大家呢可以根据喜欢的肤感还有预算来选。那到了真性皱纹，我们就要围绕 A 醇家族来选产品了。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从入门到进阶到高手给分成了3个阶段的产品。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使用 A 醇的经验来对号入座。入门级，也就是说你对 A 醇没有使用经验的人，咱们看这儿。比如说像人的植物 A 醇精华、伊丽莎白雅顿的粉胶、路德星 A 醇牙膏管精华、优诗颜的黑引力精华、穆拉德的 A 醇精华。那到了进阶这个阶段呢，就是说你原来有过使用 A 醇衍生物或者低浓度 A 醇的经验，那你可以看看这一部分：路德清 A 醇晚霜、
朵梵小珍珠 A 胶、宝拉甄选的普通双 A、施乐肤 A 醇精华、The Ordinary 的0.5 A 醇，还有欧莱雅的液精华。那到了高手区，里头都是大神，浓度都有点偏高，谨慎尝试。他们是宝拉甄选的 Pro 双 A、凯诗薇的女鬼精华、Zoe Skin 的 VA 精华，还有最象的 VA 精华。那我们在使用 A 醇产品的时候，再提醒大家一点，尽量呢去搭配一些舒缓类型的产品一起去使用。比如说像针对辣椒素受体的1609这样的成分，像优瑟琳的舒安霜、雅漾的舒红霜等等。还有呢，像含有烟酰胺、含有神经酰胺或者含有 B5类的成分，都适合跟 A 醇搭配使用。刚开始尝试用 A 醇的朋友，一定要从入门逐渐进阶，再往高手区去按顺序使用，不要跳阶段。如果你在任何一个阶段出现了过敏，一定要立刻停止使用。那过敏的现象呢，包括泛红、刺痛、脱皮等等。这是因为如果你的皮肤处于敏感状态，它会加速你的衰老，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抱着侥幸心理。OK， 那第2个阶段的产品，咱们现在心里也有数了。下面是第3个阶段，也就是松垮干瘪阶段。一般来说呢，到这个阶段，我们普遍的平均年龄也会超过50岁，而女士呢，基本上也是刚过了绝经期的时候，容易进入到这个阶段。那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的保养主题就变成了充分的保湿、滋润、填充和维护屏障的完整性和稳定性。比较典型适合这个阶段的呢，就是像玻色因这样的成分。那玻色因的产品比较出名的有赫莲娜的黑绷带、修丽可的 AGE 面霜，它俩呢都是欧莱雅集团30%玻色因的产品。这俩呢配方非常相似，就差那么1-2个成分，肤感上呢有细微的差别，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入。而且这里有一件事儿啊，就是这个赫莲娜其实前不久还把它的黑绷带升级成了 PX50 黑绷带，也就是说这个玻色因的这个含量从30%给升到了50%，看的人不得不感叹，护肤品行业它是真卷啊！当然了，如果你预算充足，咱就直接入这支50的也不错。欧莱雅集团呢也有相对平价线的玻色因，比如说像21%浓度的这支羽西的鎏金面霜。如果你能买到大陆产品的话，言之有物的50%的玻色因早晚霜都不错。那除了玻色因以外，具有类似功能的还有填充性的玻尿酸和胶原蛋白。有些产品呢，我在以前的视频里头也给大家介绍过，这里面就给大家再贴一下。比如说凯诗薇的面霜、丝薇婷的淡纹霜、莱博尼的抗老精华，还有宝拉甄选的多肽 Booster， 还有朵梵的超声霜。那其实除了上面介绍的这些成分以外呢，还有一些新兴类的成分也适合这个阶段。比如说一些致力于长寿科学的成分，像雅诗兰黛集团的色提因，它呢作用于长寿蛋白 C-twins 家族，来去保护端粒，来促生各种胶原，也适合这个阶段用。典型呢就是雅诗兰黛的白金黑钻系列。还有一个成分也适合这个阶段，就是现在越来越火的 PDRN。PDRN 是来自三文鱼的 DNA 片段，这个三文鱼的 DNA 片段和人的 DNA 片段，它有95%左右的相似性。所以当你吸收了它的 DNA 片段之后，这个我们可以作为己用，去激活细胞自我修护，还有促进胶原蛋白生成的生理通路。但是在之前 ，PDRN 主要应用于像注射性的水光针，或者是像法尔曼这个级别的特别高奢的化妆品系列里面。但现在呢，随着我们技术不断的进步 ，PDRN 的外用可吸收性的这个问题也逐渐得到了解决和改善，所以就不断的上市了各种各样的 PDRN 的涂抹型的产品。这一块呢，我后面会出一个专题讲解，来讲一讲不同类型、不同来源的 PDRN 它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怎么选产品。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欢迎追更。好，那现在3大阶段的现象、成因以及对应的方法和产品就基本上给大家介绍完了。不过讲到这儿，你可能会问，不是3+1抗老法吗？那我现在知道了，这个3是指3大阶段，那个1又是什么呢？1是指眼周护理。因为眼部是一个特殊的区域，我们这个区域它的皮肤结构不一样，它要选的产品对应的方法都不一样，问题不一样，答案就不一样，所以要单独介绍，单独来说。下期我们专题讲解3+1抗老法的1，也就是眼周护理。如果你有黑眼圈、有眼袋、眼角有细纹的，一定要追更。
我是配方师星星，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内容对你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加入我。我还有2个生活抗老小妙招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喜欢侧着睡的朋友注意了，就是你每天侧着睡的时候，你的脸部其实都在进行机械挤压，而这个挤压会加深你的皱纹。所以关于这一点，我建议大家呢去准备一个记忆棉的，然后有一定形状的枕头。比如说我用的枕头，它就是中间带一个凹槽，会把你这个脸呢给卡住，支撑一些，这样呢就不会在你侧睡的时候有比较重的这个机械挤压，你的皱纹呢就不会因此加深了。第二个，给像我一样每天对着电脑的学生党和上班族，因为我们每天对着电脑，这个电脑发出的蓝光，其实大家都知道对皮肤也有伤害，但是市面上卖的那些什么过滤膜呀、过滤屏啊，都没什么用，都是智商税。因为它们只能过滤一部分的短波蓝光，而对于真正伤害皮肤的高能蓝光其实没啥用。所以对于预防蓝光这件事儿，其实有一个零成本的方法，就是让你的这个电脑屏幕离你远一点。这里呢，你可以去买一个笔记本架子，架上了以后，你自然就离得远了。当你们之间的距离超过了30公分，那这个蓝光对你皮肤的影响就少很多了。